財政部最新數據顯示，2024年一整年，全台灣的遺產總額竟然一舉衝破了 1.32 兆新台幣這個驚人的門檻。你沒聽錯 ,1.32 兆這個數字比整個冰島全年的 GDP 還要高。換算下來，平均每一天，全台灣就有超過500件遺產案件，同時在各地國稅局的櫃檯上被申報、被清點、被交接。這是什麼概念？這意味着，當你今天早上喝着咖啡刷手機的時候，全台灣已經有上百個家庭正在面對親人離世後最沉重的那一紙財產清冊。而當你晚上吃完飯坐在沙發上的時候，又有好幾百個家族的財富正在悄悄地從一代人手裡滑向下一代人的口袋。這場史無前例的財富大遷徙，早已不只是新聞標題上的幾個冷冰冰的數字，而是正在重塑每一個台灣人的職場，重塑房市，重塑婚姻，甚至重塑人生選擇的超級浪潮。專家們把它稱作大繼承潮，說這是台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財富總移轉。可為什麼偏偏是這個時候？為什麼這股浪潮會在2024、2025、2026這幾年集中爆發？它會把台灣推向更有活力的創新社會，還是推向一個年輕人徹底躺平、老屋空屋堆積如山的日本化深淵？今天我們就深入剖析這場大繼承潮背後究竟藏着怎樣驚心動魄的財富真相，以及每一個普通人又該如何在這場浪潮裡找到自己的位置。先來理解數字的震撼。根據財政部國稅局的統計，光是2023年，全台就有188400件遺產稅申報案。到了2024年，這個規模進一步膨脹，整體遺產總額直接撞破 1.32 兆大關。這是個什麼概念？我給你一個更直觀的參照。2024年，冰島全國的 GDP 大約是320億美元上下，換算下來差不多就是1兆新台幣出頭。也就是說，台灣一年透過死亡和繼承流動的財富，比整個冰島全年創造出來的 GDP 還要多。再換個算法，這一點32兆差不多相當於台灣一整年中央政府總預算的一半，相當於台積電一整年營收的1/3。這麼龐大的一筆錢，不是透過辛勤工作，不是透過企業投資，不是透過國際貿易創造出來的，而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告別式，一份又一份的死亡證明書，一張又一張的遺產清冊，從一個世代的手中緩緩流向另一個世代。而更驚人的是，這股浪潮的速度正在加快。內政部統計月報顯示，2025年第一季全台房屋繼承移轉登記達到 1.79 萬棟，寫下了自2016年有統計以來同期的次高紀錄。住商機構分析財政部資料也發現，截至2025年10月為止，全台遺產稅收已經高達 362.6 億元，創下自1986年有統計以來的歷史同期最高。其中台北市遺產稅就貢獻了 156.4 億元，年增率更是高達 25%。新北市、桃園市的遺產稅也分別年增 11%、10.3%。你有沒有發現一個規律？越是北部，越是房價高，越是資產密集的地方，這股大繼承潮的衝擊就越猛烈。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偏偏是現在？為什麼是這幾年？答案藏在一個冷冰冰的人口學名詞裡，叫做超高齡社會。根據國發會的人口推估，台灣在2025年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意思是每5個人裡面就有一個是65歲以上的長者，而這一批長者正是台灣戰後嬰兒潮世代的主力。他們出生於民國40年代到50年代初期，親眼見證了台灣從農業社會一路衝上亞洲4小龍的頂峰。他們靠着加工出口賺到第一桶金，再把這筆錢全數壓在台灣的房地產上。於是台北市最精華地段的老公寓，信義區的豪宅大樓，桃園新北的透天厝，中南部的整排店面，清一色握在這群60、70歲甚至80歲以上的長輩手中。而隨着這一代人開始相繼凋零，他們畢生累積的房子、股票、存款、保險，甚至公司股權，就像一場被按下啟動鍵的超大型財富瀑布，嘩啦啦的倒向下一代。這不只是經濟事件，更是歷史事件。二戰之後，全世界所有已開發國家都會經歷這樣一場財富總移轉。日本經歷過，美國經歷過，
歐洲經歷過，而現在輪到台灣了。不同的是，台灣的戰後嬰兒潮累積財富的主要方式是炒房，這就讓整個繼承潮帶着一種非常獨特又危險的房地產基因。那麼這場浪潮最先撼動的會是什麼？答案不是股市，不是產業，而是整個台灣的房地產市場。來看一組令所有房仲都倒吸一口涼氣的數字。根據商業週刊的專題報道，2024年全台房市的轉手交易中，每3間房子就有1間是來自繼承。而在台北市，這個比例更是驚人，每 2.8 間轉手屋就有1間是繼承屋。也就是說，你現在去看的每一間中古屋，幾乎有1/3到超過1/3的幾率是某位剛過世長輩留下來的遺產。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構性轉變？過去30年，台灣房市的主要供給方是建商和換屋族，買方則是年輕的首購族。可現在，一個全新的、龐大的、不斷壯大的供給力量登場了，那就是繼承人。這些繼承人手裡的房子，很多根本不是他們想要的，而是長輩過世以後被迫接手的意外資產。接下來的劇情就變得非常戲劇化。這些繼承人通常都是30到50歲的中壯年，他們大多數人早就有了自住的房子，有些甚至已經換過一次屋了。當他們忽然繼承到一間老舊的透天，一間沒有電梯的5樓公寓，一間鄉下沒人住的老宅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會是什麼？留着自住？不，絕大多數人的答案是賣掉。可是賣掉哪有那麼容易？台北市的老公寓還好說，好歹有地段撐着。可是，一旦離開，都會核心走到偏遠鄉鎮，走到人口老化嚴重的地區，這些繼承屋的處境就變得非常尷尬。賣不掉，租不出，自己又不想住，怎麼辦？放着，就這樣放着。於是，空屋越堆越多，老屋越拖越舊，最終變成了一顆顆埋在房市深處的不定時炸彈。根據內政部公布的2025年上半年全國低度使用住宅比率報告，全台灣的空屋數量已經逼近100萬大關，達到 98.06 萬，宅空屋率攀升到 10.43%。這不僅創下自2009年有統計以來的次高水準，更代表台灣的房屋供需失衡問題正在加速惡化。更令人心驚的是，空屋率超過 20% 的鄉鎮市區數量竟然暴增到50個，比2024年下半年一口氣增加了19個，是2024年上半年的 2.5 倍。新北市萬里區、宜蘭縣礁溪鄉、屏東縣霧台鄉、台東縣卑南鄉，空屋率甚至已經突破 30%， 也就是平均每3到4間房子就有1間處於長期閒置狀態。知名房市趨勢專家李同榮甚至提出了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預言。他說，10年之後，台灣的老屋與空屋將會逐步日本化，最終演變為侵蝕都市與偏鄉的城鄉雙癌。什麼意思？就是這些被繼承下來卻又沒人想要的老房子，會像癌細胞一樣不斷擴散，在都市裡形成破敗的巷弄，在鄉下形成廢墟化的村落。當一個社區裡空屋率超過 30%， 整條街都會開始凋零，店家撐不下去，一家一家關門，治安變差，路燈變暗，雜草叢生，最後剩下的少數住戶也只能搬走。日本早就上演過這一幕，專家們稱之為負動產，指的就是那些價值為負，甚至要倒貼錢才有人願意接手的房屋資產。台灣正在一步一步滑向同樣的軌道，而推動我們滑下去的，恰恰就是這股大繼承潮。這股浪潮之所以特別危險，是因為繼承人這一代跟父母那一代的理財觀念已經徹底斷裂了。你父母那一輩相信土地會永遠漲，相信磚頭是最可靠的資產，相信買房就等於儲蓄。可是30歲、40歲的繼承人呢？他們是看着比特幣暴漲，看着輝達股價翻10倍，看着美股指數輕鬆打敗通膨長大的一代。當他們繼承到一間老公寓，他們的第一個念頭往往不是太好了，我有房了，而是這間房子能換成多少顆比特幣，能買多少張輝達股票，能投進多少檔美股基金。商業週刊的調查指出，新一代繼承者明顯更偏愛加密貨幣和美股，對傳統房產的熱情已經大幅降溫。這就造成一個非常詭異的現象，明明台灣的總財富還在增加，
可是願意把財富停泊在台灣房地產裡的人卻越來越少，錢債、房債，人心卻已經換了一個頻道。而這場財富大洗牌帶來的另一個衝擊，就是整個年輕世代職場觀念的崩解。商業週刊那篇封面故事裡講過一個30歲女生的故事，她叫春天。春天是獨生女，從國中開始就被父母帶進股市和房市，有一部分資產甚至很早就登記在她名下。她30歲不到就已經實現了大多數人這輩子都達不到的財務自由。可是她依然在工作，為什麼？因為她害怕閒下來，害怕被財富管束，害怕自己的人生選擇權其實掌握在父母手裡。春天的故事不是個案，而是一整個世代的縮影。台灣開始出現一個叫做倒貼上班的新奇現象。什麼叫倒貼上班？就是有些年輕人明明繼承了大筆財富，一個月光是利息、租金、股息收入就超過上班的薪水，可他們還是選擇去上班，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社交，為了尋找人生意義，為了對抗空虛。職場上，老闆開始發現一個恐怖的事實，徵才越來越困難，因為整個年輕世代裡，有相當一部分人的工作動機，已經不再是要付房租、要養家，而是不然要幹嘛？當一個社會中越來越多的年輕人20幾歲就財富自由，整個職場的競爭邏輯、薪資結構、升遷體制都將被徹底顛覆。有些專家樂觀地認為，這會是台灣從無望躺平轉向創新冒險的轉捩點，因為這些繼承了財富的年輕人可以更勇敢地創業嘗試失敗。可也有專家悲觀地說，這只會讓貧富差距加速擴大，讓台灣變成一個階級更難流動的新世襲社會。而貧富差距的數字確實已經在告訴我們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商業週刊的專題報道裡提到，在大繼承時代，財富斷層差距上看70倍。什麼叫70倍？就是繼承到最多的那群人手中的財富是完全沒有繼承到東西的年輕人的70倍以上。這個倍數是台灣幾十年來貧富差距研究史上從來沒有見過的誇張數字。過去我們談貧富差距是前 20% 跟後 20% 差了6、7倍、8、9倍。可是現在如果把繼承這個因素加進來，前 1% 的富二代跟最後 20% 的無產世代，差距已經被拉到驚人的70倍以上。當一個社會出現這樣的鴻溝，它帶來的不只是財務焦慮，更是集體心理的崩塌。一個年輕人再怎麼努力工作，再怎麼投資理財，再怎麼省吃儉用，他都追不上另一個年輕人剛好出生在對的家庭，爸媽剛好在對的時候過世，剛好留下一間對的房子的幸運。這就是為什麼階級複製這個詞會在近幾年台灣年輕人之間變得特別流行。而最荒誕的劇情還不止這些，在這場大繼承潮裡，居然還出現了另一個極端，那就是沒人要的遺產。根據財政部國產署2026年1月公布的數據，國產署近5年已經清理收歸國有的無人繼承遺產總值，竟然高達31億291萬元。其中最大一筆是一名擁有信義區、文山區房地產，總值高達 1.4 億元的被繼承人，從過世到房子被政府收歸，居然整整等了44年，都沒有任何一個親屬出面承認繼承。1.4 億，信義區、文山區，在任何一個普通家庭眼裡都是天文數字，可他就這樣在44年裡孤零零地躺在地政系統裡，沒人來認，沒人來過戶，最後被國家收走。為什麼會這樣？一種可能是這名長者根本沒有親人，一種可能是親屬彼此之間爭執不休，誰都不願意承擔相關的債務或稅負，還有一種可能是遺產裡夾雜着大筆債務，繼承人一評估覺得繼承不如不繼承，乾脆集體拋棄。這種有錢也沒人要的奇景背後，揭示了大繼承潮的另一面殘酷真相，那就是繼承這件事並不總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有時候它是一份包着金箔紙的燙手山芋。根據土地法第73條規定，繼承開始之日起，繼承人必須在6個月內辦理繼承登記，如果沒有辦全，每超過1個月就要繳交過戶費2倍的罰鍰，最高可以罰到20倍。如果拖過1年，政府就會公告3個月後列冊管理，列冊管理15年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就會公開標售，
房子就這樣充公了。而截至2024年3月，全國近10年累積下來，仍未辦理繼承登記的土地，竟然有高達35920宗，標託金額達到79億639萬餘元，將近80億的土地就這樣被繼承人放着、拖着、拋棄着，最終一步一步走向收歸國有的命運。那麼，面對這場洶湧而來的大繼承潮，台灣究竟該怎麼辦？這是所有政策制定者、專家學者以及每一個普通家庭都必須誠實面對的問題。商業週刊的專題報道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借鏡案例，那就是新加坡。新加坡怎麼做？他們透過政策引導，把繼承下來的龐大財富有系統地引導到創業投資、創新產業、下一代的新興企業上，讓錢不要只停留在老房子、老土地、老存款裡，而是進入真正能創造生產力、創造就業、創造未來的新經濟體系。如果台灣能夠把每5年新增上百萬件的繼承案量，累計數兆新台幣的財富，轉化到人工智慧、生技醫療、綠能轉型、文化創意這些面向未來的產業上，這場大繼承潮就不會是終結，而會是重生，就會是台灣從躺平絕望轉向冒險創新的關鍵轉捩點。可反過來看，如果台灣接不住這波浪潮，會發生什麼事？那答案恐怕就是走向日本化。日本早在1990年代開始就經歷過一模一樣的劇本。戰後嬰兒潮老去，財富集體轉移到下一代，可是下一代不願意回鄉下接手老宅，都市裡的繼承屋又因為持有成本太高賣不掉，於是空屋率飆升，老屋破敗，負動產蔓延。今天在日本，所謂的空屋問題已經是國家級的難題，估計超過850萬戶，空屋分布在全國各地，有些整棟透天只要1日元就能買到，可是即使1日元也沒人要，因為接手之後每年的稅金、修繕、管理費就足以把你活活拖垮。台灣現在的軌跡和日本1990年代驚人地相似，我們的空屋率正在突破 10%， 我們的老屋比例逐年攀升，我們的繼承潮正在加速。如果再不及時轉向，10年、20年之後，台灣每一座鄉鎮、每一條老街、每一棟無電梯公寓都可能成為下一個日本式的空屋地獄。但話又說回來，這場大繼承潮真的只有危機，沒有轉機嗎？其實未必。當你翻開整個人類近代史，每一次重大的財富移轉都同時孕育着新的產業革命。1980年代美國遺產稅改革之後，大量財富從老派家族流向新興科技創投，直接催生了矽谷的崛起。1990年代日本錯失了轉型機會，才走進失落的30年。那麼台灣呢？我們正站在這個關鍵的十字路口上，年輕人願不願意把繼承到的資金投入創業？政府願不願意鬆綁法規，提供稅負誘因，引導資金流向新興產業？社會願不願意誠實面對超高齡社會的真實挑戰，而不是用房市管制之類的短期政策來拖延問題？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決定台灣在未來10年走進天堂還是走進地獄。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遺產到底該留給誰？留多少？以什麼方式留？這個看似個人的家庭問題，其實牽動着整個國家的未來走向。財政部在2026年1月就預告修正遺產及贈與稅法部分條文草案，要落實憲法判決的精神，重新規範被繼承人死亡前2年內贈與配偶的財產該如何併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同時2026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金額也從21萬元調高到 21.3 萬元。這些制度上的微調背後對應的是政府對這股大繼承潮的政策思考，到底要課更多的稅來重新分配財富，還是要減更多的稅來鼓勵家庭順利完成代際傳承？這個天秤的拿捏直接影響着 1.32 兆財富流向的每一個分岔路口。最後，我想問你一個非常誠實的問題，如果明天早上你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繼承了一筆龐大的遺產，你會怎麼做？你會把它換成新房，換成股票，換成比特幣，還是把它當成一個全新的創業起點？你會選擇倒貼上班，繼續追求人生意義，還是選擇徹底躺平，環遊世界？你會用這筆錢把自己鎖在父母那個炒房時代的老劇本裡，
還是用它打開一個屬於自己世代的全新可能？這不只是一個假設題，而是未來10年超過100萬個台灣家庭都必然要面對的真實選擇題。大繼承潮已經來了，它不會停下來等任何人，它會像一場巨大的海嘯，把每一個家庭都捲入其中，分成站上浪尖的幸運兒和被浪打翻的失落者。而我們能做的，就是提前看清這股浪潮的方向，提早和家人好好談一談傳承這件事，不要把它當成忌諱，不要把它拖到最後一刻，因為這場 1.32 兆的財富大洗牌正在重塑台灣的每一個面向，重塑房市，重塑職場，重塑人生，重塑我們對於金錢、工作、家庭，甚至對於幸福本身的想象。你準備好接住這股浪了嗎？還是你已經決定要乘風而起，把這場看似危機的大繼承潮變成台灣下一個30年最重要的那場翻身契機？